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件让心脏科医生都感到担忧的事。你可知道，心脏虽然仅有拳头大小，却每天要为我们心情跳动约10万次。一年下来，心跳次数超过3500万。终其一生，心脏要跳动的次数更是难以想象。我们的心脏如此劳苦功高，却也十分娇弱，经不起太多折腾。稍有不慎，这个小小泵浦就可能罢工，危及性命。心脏最害怕缺少的东西，不是你以为的高血脂、高血压、熬夜或压力，而是一种常被忽视的矿物质镁。没错，高血脂、高血压、熬夜、压力大，这些都是心脏的大敌。但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常常被我们忽略，缺镁。想象一下，心脏就像一台无休无止跳动的引擎，而镁就仿佛引擎里的润滑油。缺镁会怎样？引擎缺少润滑，短时间内也许勉强运转，但时间一长，零件磨损加剧，故障频发，甚至可能突然熄火。这就好比心脏长期镁不足，终有一天会不堪重负，罢工给你看。可以说，缺镁时，你的心脏早就在暗暗抱怨了，只是你听不到它的声音。等到有一天它忍无可忍，来个全面罢工，那就晚了。提到营养元素，很多人天天念叨着钙、铁、锌，毕竟它们风头很盛，广告里也是铺天盖地的宣传。然而镁呢？镁就像一个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虽然不张扬，却掌管着人体中300多种酶的活动，对心脏健康至关重要。它参与心肌的兴奋和舒张，维持着心跳的稳定节律。换句话说，心脏每一下有力而稳定的跳动，都离不开镁在背后护航。科学研究早就发现，缺镁的人更容易罹患心血管疾病。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指出，镁摄取不足可能导致心律不整、血压升高，甚至增加心脏病突发的风险。镁的重要性就像是心脏的安全气囊，关键时刻能救命。别以为这是夸大其词，医学统计甚至发现，如果每天额外摄取约200毫克的镁，约等于一小把杏仁或腰果所含的镁，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可降低约 22%。 而血液中镁浓度每提高 0.2 毫摩尔每公升，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就下降将近 30%。 事实上，镁与心脏的微妙关系早在上世纪中叶就引起关注。有研究发现，饮用水中矿物质含量所谓硬水较高的地区，当地人罹患心脏病的比例明显偏低。这引发专家们的猜想，水中的镁会不会在保护心脏？后续的科学实验逐渐证实了这一点。如今，世界各地的心脏病预防指南中都开始强调适量摄取镁的重要性。简单来说，如果把心脏比作一台不断运转的机器，镁就是维持它正常运作的关键技师。缺少了镁，心脏这台机器运转就容易出毛病。然而，讽刺的是，镁这个护心守护神却常常被现代人忽视。日常体检里，我们关注血压、血脂、血糖，却很少有人检查自己的镁是否充足。而且，就算验血测了血清镁，也未必能及时发现问题，因为血液中的镁只占体内总镁不到 1%， 身体会竭力维持血镁稳定，即使组织中的镁已经严重不足，血液数值可能仍在正常范围。换言之，缺镁常常是隐性存在，藏在表面数据之下，不细究很难发现。有人可能会想，缺镁应该很少见吧？事实恰恰相反。调查显示，现代人中镁摄取不足的比例相当惊人，可能每10个人就有6、7个每天的镁摄入量达不到建议标准。一般建议成年男性每日约需400毫克镁，女性约310毫克。这意味着你我很可能就是那大多数的缺镁一员。为什么会这样呢？归根结底，问题出在生活习惯和饮食结构上。现在的人饮食太过精致，主食爱吃精白米饭、白面包，取代了富含镁的糙米和全谷物。蔬菜豆类吃得少，反而高油高糖的加工食品吃得多。再加上许多人离不开咖啡和含糖碳酸饮料，而咖啡因与磷酸会加速镁从体内流失，长期下来，镁的摄入远远追不上流失，缺镁就悄悄找上门来。举个例子，一位典型的上班族小王，早晨赶时间，只来得及在便利商店买个火腿蛋三明治配一杯拿铁咖啡。中午工作忙，又叫了外卖便当，
白米饭配炸鸡块和甜饮料，晚上下班疲惫，索性叫份披萨或吃碗泡面解决。这一天小王摄入的热量不少，但真正富含镁的食物几乎为零，既没有深绿蔬菜，也没怎么吃坚果豆类，全谷杂粮更是一口未沾。粗略算下来，小王当日镁的总摄取量可能连200毫克都不到，不及建议量的一半。长此以往，他怎能不缺镁呢？这恐怕也是许多现代人的真实写照。更棘手的是，缺镁往往不会被立即发现。和血脂血糖不同，镁缺不缺没有明显的指标告诉你。许多人直到心脏出了问题，才从医生口中听到你可能缺镁。到那时，往往问题已经变严重了。所以我们得提前防范，把这个隐形杀手揪出来。缺镁的身体警报，你的心脏在向你求救吗？缺镁不会无声无息的袭来，它往往会提前透过一些身体信号向我们示警。只可惜，很多人对这些警报视而不见，一拖再拖，直到心脏真的出事才追悔莫及。常见的缺镁求救信号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心悸、心律不整。你是否偶尔感到心跳忽快忽慢，砰砰乱跳，心脏明明没在跑100米，却突然加速狂奔，或者漏拍一般停顿一下，让你胸口发慌？这种心悸很可能就是缺镁的首要警讯，因为镁在心脏电传导中扮演稳定器的角色。当镁不足时，心脏细胞无法正常传递电信号，心跳节律就会变得不稳定，就像电动车快没电时，动力忽强忽弱，甚至随时可能熄火。缺镁严重时，还可能诱发更危险的心律不整，例如心房颤动等，增加中风和猝死的风险。肌肉抽搐、痉挛，半夜睡觉时小腿突然抽筋，把你痛醒，这种滋味你经历过吗？相信不少人都有过类似的经验，肌肉瞬间绷紧成硬块，疼的人冒出一身冷汗。许多人第一反应会以为是缺钙，但其实缺镁更容易导致抽筋。镁和钙一起参与肌肉的收缩与放松，钙是让肌肉收缩的信号，而镁则负责让肌肉放松下来。当镁不足，肌肉收缩后无法顺利放松，就会出现痉挛性抽搐。除了腿抽筋，你白天若常觉得眼皮跳个不停，肌肉不自主颤动，那也可能是身体在提示你镁不够了。别把这些当成小问题，长期缺镁导致的肌肉异常收缩，不仅难受，也间接增加心脏负担。焦虑、烦躁、失眠、情绪和睡眠状态其实也和镁息息相关。镁有天然镇定剂的称号，能帮助神经系统稳定情绪，放松身心。如果体内镁不足，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变得容易紧张、焦虑不安，情绪小波动变大起伏，动不动就烦躁生气。此外，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或者睡浅易醒，经常做梦，也是缺镁的常见表现。许多人把失眠全怪在压力或作息不规律上，却不知道缺镁才是暗中捣乱的黑手之一。长期下去，压力大又睡不好，体内镁会进一步流失，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如果最近总觉得心神不宁，睡眠质量差，不妨想想自己的镁是否摄取够了。血压升高，别忘了，镁还是血管的好朋友，它能帮助血管平滑肌放松，扩张血管，促进血液流通。当镁不足时，血管得不到应有的放松，就像橡皮管一直被紧绷拉扯，管腔变窄，血压自然就升高了。很多人发现血压偏高，就只想到控盐、减重，却没意识到补充镁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血压控制。有临床试验让高血压患者每天额外补充约500毫克镁，结果数月后平均收缩压降低了约4到5毫米汞柱，舒张压降低约2到3毫米汞柱，可见镁对血压的影响真实存在。事实上，临床上一些妊娠高血压或重症气喘患者，医生还会使用含镁的点滴来帮助放松血管和平稳患者状况。可见镁对心血管系统的调节作用多么重要。除了以上这些，缺镁还可能引起疲倦、虚弱、食欲不振等全身性症状。因为镁参与体内能量代谢，缺镁时细胞燃料利用效率下降，人会觉得容易疲劳、没劲头。同时，镁不足会影响肠胃蠕动和荷尔蒙平衡，可能导致食欲减退或情绪低落。甚至有研究发现，偏头痛发作、女性经前症候群加重，都和体内偏低的镁水平相关。因此，
如果你经常出现以上种种不适，小毛病不断，不要一味怪自己年纪大或压力大，很可能是缺镁在作怪。那怎样判断自己是否缺镁呢？其实光靠症状还不够准确，但我们可以自我检视一些生活细节来推测。试问自己几个问题：你是不是工作学业压力很大，经常感到紧张，经常熬夜或睡眠不足，爱喝咖啡、含糖饮料或常常酗酒？平时的餐桌上深绿色蔬菜、坚果、粗粮这些食物是不是很少出现？如果上述问题你大多点头称是，那你极可能就是处于隐性缺镁的状态。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重视，现在就该采取行动来补镁了。而某些族群更是缺镁的高风险族群，例如中老年人随年龄增长，镁的吸收利用率下降，糖尿病患者因高血糖会增加镁随尿液流失，长期服用利尿剂者，这类降血压药会让肾脏排出更多镁，以及酗酒者，酒精大量消耗体内镁。如果你属于其中之一，更要特别留意镁的摄取，尽早对症补足。也许你会想，现在不注意，过些年真的会这么严重吗？让我们试想一个缺镁导致健康恶化的轨迹。一位年轻人20来岁时，仗着年轻，天天熬夜喝咖啡，也觉得没什么，体检指标勉强过得去。到了30岁出头，他开始时常觉得疲倦，晚上睡不好，情绪也变得容易烦躁。这时缺镁已经在影响他的神经系统。再过10年，进入40岁，他的血压高了起来，心跳也偶有不规律，夜里小腿抽筋频繁发作，缺镁的恶果全面浮现。等到50岁，如果还是不改善，心脏可能出现严重警讯，甚至发生心肌梗塞等危急情况。这并非危言耸听，许多现代人的健康轨迹正是如此，被不良生活方式和营养缺乏一点点蚕食。我们难道要等到那一步才后悔吗？当然不，现在开始重视镁滴摄取，调整生活习惯，我们就有机会逆转这个走向。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如何通过饮食来有效补镁。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很多人一发现自己缺营养，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不要买营养补充剂来吃。其实对于镁这种营养素，大可不必麻烦吃药片，从日常饮食下手，既安全又有效。医师特别推荐心脏不好或者有心血管风险的人，不妨在餐桌上多安排以下3大类高镁食物，帮你的心脏补充最需要的养分。1. 深色绿叶蔬菜，天然的镁矿。菠菜、甘蓝、芥蓝、空心菜，这些深绿色的叶菜类可都是镁元素的大户，它们体内的叶绿素分子中央正含有镁，颜色越深的叶菜通常镁含量也越高。一盘菠菜炒蛋或清炒芥蓝就能轻松摄取到丰富的镁和钾等矿物质。不仅如此，绿叶菜还富含维生素 K 和叶酸，对心血管有多重好处。每天餐桌上来一盘深色蔬菜，比吃任何保健品都管用。小提示：烹调叶菜时，建议采取快炒或汆烫等方式，避免长时间煮炖，以免镁等矿物质流失到汤汁中。比如，把烫熟的菠菜凉拌，加点蒜泥和酱油提味，简单又能保留营养。或者煮一碗菠菜鸡蛋汤，也是吸收镁的绝佳搭配。2. 坚果和种子小小一把，护心神器。别看杏仁、腰果、核桃、南瓜子这些坚果和种子体积小，里面的镁可是含量惊人。随便抓一把约30克的混合坚果，就可能含有接近100毫克的镁，为成年人每日所需的1/3以上。每天适量吃坚果，不仅补镁，还能摄取对心脏有益的优质油脂、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 E， 可谓一举多得。难怪有研究发现，经常吃坚果的人，心血管健康状况更佳，寿命也更长。温馨提醒，坚果热量不低，可不是让你越多越好，一般每天一小把，约30克左右就足够了。避免摄入过多热量导致体重上升，最好选择原味未经油炸的坚果，减少盐和糖分摄入。生吃或低温烘焙的坚果能最大程度保留营养。如果担心直接吃坚果呛到老人小孩，可以把坚果磨碎拌入优格或沙拉，也是补镁的好方法。3. 全谷杂粮比精白主食更给力。燕麦、糙米、
全麦面包、藜麦、荞麦，这些未经高度精制的全谷类是现代人最容易缺乏的一环，但恰恰它们富含镁和多种营养。一碗糙米饭中的镁含量往往是白米饭的好几倍。那曾被抛弃的米糠和胚芽里，正是镁、维生素 B 群和膳食纤维的宝库。长期吃精白米面，等于丢掉了这些对心脏有益的元素。难怪现代文明病中高血压、心脏病这么普遍。相反地，日本冲绳地区老人喜爱吃荞麦面，南亚一些国家以糙米为主食，他们的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就相对较低。这其中一部分功劳恐怕要归功于他们饮食中的高镁。当然，一开始从全无改成全吃粗粮，有些人肠胃可能不太适应，口感上也需要时间习惯。建议可以循序渐进，例如平时煮饭时用一半白米一半糙米混合，不会觉得太粗糙，又能增加镁摄取。早餐也可以偶尔用燕麦粥、全麦面包替代传统的白馒头、白吐司，多利用红豆、玉米、薏仁等杂粮熬煮成五谷粥，也是美味又营养的选择。除了上述三大类，其实生活中富含镁的食物还有很多，各种豆类、黄豆、黑豆、毛豆等都是镁的优良来源。经常吃豆腐、喝豆浆也有助于补镁。传统点豆腐用的凝固剂盐卤，主要成分就是氯化镁。海藻类食物如海带、紫菜同样镁含量丰富。日本人爱吃海带昆布，他们体内普遍镁摄取量也较高。水果中像香蕉、酪梨、牛油果含镁也不少。顺带一提，很多人压力大时特别想吃香蕉和黑巧克力，可能正是因为它们富含镁，身体在暗暗向你要镁呢。不过巧克力含糖含热量较高，适量解馋即可。我们综合来看，只要均衡饮食、蔬果杂粮和优质蛋白摄取充足，镁地来源其实无处不在，不知不觉中就能帮助心脏远离缺镁危机。有趣的是，传统养生理念早就道出了其中奥妙。老一辈常说要吃粗茶淡饭、青菜豆腐保平安，这些习惯恰恰保证了镁的摄取。五谷杂粮富含镁，绿叶菜、豆制品都是镁的来源。逢年过节，人们喜欢嗑瓜子、吃坚果，也是无形中在补镁呢。可见不少流传下来的饮食智慧背后都有科学道理。我们这一代更幸运，掌握了现代营养知识，应该好好利用，用传统智慧结合科学原则，让身体收获加倍的健康。说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问，镁要是补过头了怎么办？其实健康状态下，从天然食物中摄取镁，就算多一些也无妨。肾脏会帮助排出过量的镁，所以食补镁几乎不会过量。只有在肾功能不全或一次性摄入超大剂量镁剂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高镁血症，导致血压过低、嗜睡无力等症状。不过一般人很少发生这种问题。如果适量服用镁补充剂，一旦过量，最常见的反应是肠胃不适，如腹泻，提醒你减量。总之，正常饮食下大可不必担心镁会补太多，远比普遍存在的补不足问题容易避免。光靠多吃含镁食物还不够，为了让心脉更强健，我们还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习惯，把摄取的镁真正留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以下这些生活细节同样是护心关键。咖啡和含糖饮料适可而止，别再一天3-4杯咖啡，罐不停地灌可乐了。过量的咖啡因和磷酸可乐等汽水中含有，会促使肾脏排出更多镁，让你身体漏镁加速。喝太多提神饮料，等于把镁直接赶出体外，再怎么补都徒劳。想提神可以选择茶或小睡片刻，解渴就多喝白开水，千万别让含咖啡因、磷酸的饮品成为主饮料。运动要适量，生命在于运动，但运动过犹不及，也会带来反效果。适当的有氧运动能强化心脏，促进代谢，这毫无疑问对健康有益。然而，若是运动过度，大汗淋漓，反而会随汗液带走大量的镁和其他电解质，让身体处于亏空状态。特别是有些减肥人士，一味高强度运动却营养跟不上，长期如此对心脏反而是种损耗。最理想的是规律运动又不过劳，每周保持3到5天中等强度运动，同时注意补水和均衡饮食，才能既强身又不透支镁库存。学会减压和充足睡眠，压力大、睡眠少，
是现代文明病的根源之一，也和镁缺乏互为因果。当你压力山大时，体内压力激素上升，镁消耗也会增加，而熬夜不睡、精神紧绷则更是大量烧镁。一些上班族白天忙到飞起，晚上应酬到很晚，酒咖啡不停，清晨还坚持爬起来打高尔夫排解压力，结果反倒有人倒在球场上。这样的悲剧往往就是长期慢性缺镁累积加上一时刺激过度引发的猝死。教训很清楚，再忙也要让自己身心放松下来，可以透过冥想、瑜伽、听音乐等方式舒缓紧张情绪，每晚保证7到8小时的优质睡眠，给身体时间恢复。此外，泡澡时加入硫酸镁泻盐，又称 Epsom salt， 也是个不错的放松方式。硫酸镁浴可以舒缓肌肉，平静神经，某种程度上也能补充少量镁离子，让你身心更加放松。当你学会给生活减压，镁才能安安心心地留在该待的地方，继续发挥保护作用。戒烟、限酒、抽烟和酗酒这2件事对心脏的危害众所周知，但你可能不知道，它们也会加剧体内镁的流失。香烟中的有害物质会损伤血管，耗用体内抗氧化物质，镁也在对抗烟毒的过程中被大量消耗。长期酗酒的人常常营养不良，并伴随镁缺乏，因为酒精影响肠胃对镁的吸收，同时增加肾脏对镁的排泄。想让心脏好戒掉香烟、酒精，也请节制，你的心脏会感谢你的。说了这么多，你会发现让心脏保持年轻强健的秘诀，其实离不开老生常谈的均衡饮食加健康生活方式。镁虽然不起眼，却是心脏不可或缺的守护神之一。我们千万别等到胸闷气短、心律不整时才想起要补镁，现在就行动起来吧！打开你的菜单，添上一盘生绿菜、一些坚果、一碗杂粮粥，给我们辛勤工作的心脏一次实实在在的保养。当镁充足了，你或许会惊喜地发现，白天不再莫名心慌了，夜里睡得格外踏实了，量血压时读数也更稳定了。这些改变都是镁悄悄送给你的礼物。而且镁带给你的好处不止于此，研究发现，镁摄取足的人不仅心脏更强健，连认知能力和大脑健康也更有保障，甚至骨骼也更为强壮，可谓一举多得。有不少心血管专家指出，充分的镁摄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心绞痛、心律不整等症状，对早期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也有帮助。很多本来需要吃药、装支架的情况，透过改善饮食、补充镁和其他生活调养，都可能出现明显转机。当然，这并不代表镁是万灵丹，但它确实是维护心脏健康的一道天然屏障。事实上，镁在医学界早有应用。当病人出现特定危急状况时，医生会直接用镁来救命。例如，治疗某些严重心律不整时，会静脉注射硫酸镁来稳定心跳；孕妇出现子痫前症、妊娠高血压引起的癫痫抽搐前兆时，医生也常以硫酸镁点滴降低癫痫和脑中风的风险。镁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如此作用，更印证了它对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的重要。然而，我们可不希望自己有天需要靠打镁针来保命，所以更要提前从饮食和生活中把镁补足，把隐患消灭在萌芽。透过均衡饮食和良好习惯，我们完全可以击退缺镁这个心脏头号劲敌，让镁这位幕后英雄走到台前，成为你和家人健康长寿的秘密武器。希望多年后，你依然拥有一颗跳动有力、节奏稳健的心脏，陪你看遍人生风景。那时候，你可以和家人安心散步、爬山，不用担心心脏拖后腿；你可以和老友欢笑畅饮，也不必害怕胸口突然发紧。这一切都是因为现在的你愿意为心脏健康做出的努力。为了这个目标，就让我们从今天起好好善待自己的心脏，千万别再让它缺镁。